金融危机前，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我这一生研究过很多问题：什么让企业伟大？什么让企业垮掉？什么让人赚到大钱？什么让人把大钱全部还给市场？但如果你让我说，我这辈子花时间最多、思考最久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那就是为什么聪明人会集体犯蠢？注意，我说的不是普通人犯蠢。普通人犯蠢并不奇怪，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本来就配备了一大堆糟糕的心理缺陷。我们怕损失，我们跟着别人走，我们把运气当作能力，我们在危险面前装作看不见，这很正常。但真正让我不安的，从来不是一般人犯错，真正让我不安的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掌握着最复杂工具的人，手握数百亿资金的人，对风险定价最敏感的人，这些人也会一起犯同一个蠢事，而且他们笨手笨脚的时候，往往比一般人犯蠢更有气势，更有逻辑，更有论文支持。我14岁开始在茶馆端茶，那一年父亲病逝，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时候没有什么金融模型，没有什么风险分析框架，只有一条最朴素的生存法则：不能让家人挨饿。就是这条法则，反而让我在往后几十年里看穿了无数精明人看不穿的东西。我见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见过2000年的纳斯达克崩盘，见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见过一轮又一轮的加密货币盛宴与崩塌。每一次那些最聪明的人站出来说这次不一样，然后每一次市场用一场浩劫告诉所有人，你没有吸取教训，你只是换了一套说法。这篇文章不是要告诉你市场什么时候会崩，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想告诉你的是，藏在每一场金融危机背后那些永远不变的人性陷阱。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慢慢长出来的。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比上一代聪明，我见过很多个时代。每一代人都会嘲笑上一代的愚蠢，这是人类一个非常可爱，同时也非常危险的习惯。90年代的人嘲笑60年代相信政府能控制经济的人，网络时代的人嘲笑90年代那些守着传统产业的老古板。2008年前的金融工程师嘲笑20年前那些不懂风险分散的银行家。加密货币信徒嘲笑那些不理解去中心化的传统金融从业者。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掌握了前人所没有的智慧，然后换一套新词，重复同样的错误。在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之前，流行的词是亚洲奇迹。那时候亚洲高速增长是真实的，工厂在建，基础设施在铺，消费在上升，人均收入在增长。有一群非常聪明的学者写了许多很厚的报告，论证为什么亚洲会成为21世纪的经济重心。这些报告不是骗局，里面的数据大部分是真实的，但里面有一个假设是错的，他们假设繁荣会持续。在网络泡沫之前，流行的词是新经济。那时候互联网改变世界这件事是真实的。如今回头看，互联网的确改变了世界，而且比许多人当时预想的改变还要彻底。但当时有一群人把互联网会改变世界和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值这个价格混为一谈。他们说传统估值框架过时了，利润不重要，眼球才重要，点击量才是未来。然后纳斯达克从5000点跌到1500点。2008年前流行的词是房价不会全国性下跌。联邦储备银行、评级机构、经济学家，无数聪明人站出来讲了一个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故事。美国各地房价历史上从没有同时下跌过，所以打包之后风险会互相对冲，几乎不可能出现系统性损失。你知道结果之后是零利率时代，流行的词是长期低利率是新常态。钱那么便宜，借了当然要用来买资产，用来投资，用来冒险。很多人相信这种状态可以永远维持下去，因为央行一直告诉你它会支持市场。然后通货膨胀来了，利率暴升，很多压住低利率的资产一起崩盘。加密货币热潮里流行的词是去中心化革命。区块链的某些技术特性确实有独特价值，但很多人把区块链有价值和这枚币值这个价格
混为一谈，再加上大量杠杆，结果你也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热潮里流行的词是生产率重估，说人工智能将改变所有行业的商业逻辑。我不会告诉你人工智能是泡沫，人工智能很可能真的会改变很多产业，就像互联网真的改变了世界一样。但我要提醒你的是，伟大的技术不能自动证明任何价格都合理，这是历史反复教给我们的一课，也是大多数人反复不愿意学的一课。每一轮泡沫都会穿一件新衣服，但衣服里面装的还是同一具人性，这是不一样，通常不是智慧，它通常是人类为贪婪找到的当机借口。最危险的成功是你不知道它来自能力还是潮水。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90年代初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开始在全球蔓延，那种感觉叫钱去哪里，哪里就繁荣。那时候美国降了利率，西方的机构投资人、对冲基金、银行手上捏着大量低成本资金，四处寻找回报。他们发现亚洲的利率更高，亚洲的增长更快，亚洲的资产更便宜，于是资本开始流向亚洲，流向泰国，流向马来西亚，流向印尼，流向韩国。钱一进来，所有人都感觉良好。泰国的银行家觉得自己眼光好，扩张放款；泰国的房地产商觉得需求旺盛，疯狂盖楼；泰国的政府觉得政策成功，经济起飞；泰国的媒体写文章说泰国正在跻身亚洲4小龙之后的新一批经济体。国际投资者买进去，赚到了，更觉得自己眼光准。你猜这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里有风险吗？不是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几乎没有人认真问这些增长有多少是真实的基本面推动，有多少只是热钱流入推高的。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人们不够聪明才没想到，是因为当你每天都在赚钱，你不会主动想这个问题。银行说我放款了，贷款还在还，我风控很好，但他没有问，如果外资撤出，这些贷款人还能还吗？房地产商说我的楼盘预售光了，市场需求旺盛，但他没有问，买家是真实的自住需求还是借钱进来炒的？政府说我们的外汇储备正在增长，汇率稳定，经济好，但他没有问这些美元有多少是短期借进来的，出去的速度能有多快？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规律，叫做结果偏差。通俗讲就是只要结果好，你就会以为自己的决策是对的；只要股票涨了，你就以为自己是好投资人；只要公司获利好，银行就以为自己风控好；只要 GDP 增长，政府就以为自己政策对。但这些结论都有一个隐含前提，外在条件不变。问题是外在条件从来都会改变。资本流入时，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当资本流出，很多人才发现自己的能力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属于那股潮水的。潮水涨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自己会游泳；潮水退下去的时候，市场才开始点名。我在香港做生意这么多年，见过无数个这样的人，他们在顺境时飞扬跋扈，以为自己天纵英才，遇到一点逆风就倒了。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差，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分清楚自己的成就里究竟哪一部分是自己的，哪一部分是时代借给他们的。时代借给你的东西总有一天要还的。给聪明人错误的奖励，你会得到规模更大的灾难。现在我要讲一个人性里非常隐秘的机制，它不在教科书里正式出现，但它是我见过的最稳定的危机催化剂，它叫做激励机制扭曲。给人错误的奖励，你就会得到错误的行为；给聪明人错误的奖励，你会得到规模更大的灾难。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如果银行贷款经纪人的收入来自发放贷款的数量，而不是这些贷款是否被偿还，你觉得他会更认真审查借款人，还是更努力让贷款通过？如果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是客户资金，赚钱时抽成，亏钱时没有惩罚，你觉得他会选择谨慎还是冒险？如果一个评级机构收取发行方的钱来给产品评级，你觉得他会更愿意给好评级，还是更愿意严格把关？这些问题答案都很清楚，但在市场繁荣时，没有人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因为说清楚了意味着你要退出，
而退出在那种环境里，会让你显得保守、愚蠢、不懂时代。2008年前，美国金融体系里有一条非常清楚的生产线。第一步，房贷经纪人发放贷款，收佣金，然后把贷款卖给银行，他们不在乎借款人能不能还，因为他们不持有贷款。第二步，银行把大量房贷打包成证券，收到打包费，把证券卖给下一个人，然后继续收购贷款打包。第三步，投行把证券进一步切割、重组、分成，做成更复杂的产品，收到承销费，把产品卖给全球各地的基金和机构。第四步，评级机构给这些产品评级，最高层的被评为最高信用级别，而评级机构收取的是发行方的钱。第五步，全球各地的基金和机构买到了标着最高评级、收益率比国债还高的产品，觉得这是好东西，继续买。每一个环节里的人单独看，都在做对自己短期有利的事。贷款经纪人想要佣金，银行想要打包费，投行想要承销费，评级机构想要评级收入，基金想要高收益。每个人的行为在自己的小框架里都是理性的，但整个系统正在走向悬崖。金融危机不是因为系统里只有傻瓜，恰恰相反，系统里有很多聪明人，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只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把风险转移给了整个系统，这就是危机最讽刺的地方。它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疯了，它是因为激励机制让所有人理性地走向了同一个方向。在香港，我做生意有一条原则，永远不要建立一个让你的合作伙伴只能靠坑你才能赚钱的结构。这不只是道德问题，这是生存问题。一个系统的健康取决于里面每一个参与者的正当利益是否和整体的健康方向一致。如果不一致，迟早会出事，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聪明人会跟风职业压力的真相？我从来不害怕一个人犯错。一个人犯错，通常有办法补救，有办法学习，有办法改正。但我真正害怕的是，所有人都同意一个错误。因为当一个错误变成共识，反对它需要的不只是智慧，还需要勇气。而且你要准备好，在被证明正确之前，先被嘲笑很长时间。在金融市场里，这件事叫做羊群效应。但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羊群这个词让人以为只有不聪明的人才会跟风。实际上，华尔街顶级基金经理会跟风，顶尖经济学家会跟风，诺贝尔奖得主会跟风，企业主管会跟风，评级机构会跟风，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者会跟风。他们不叫盲从，他们叫顺应共识，他们不叫泡沫，他们叫重新定价，他们不叫投机，他们叫策略性资产配置。你看，多有专业感，但本质是同一件事。当周围所有人都往同一个方向走，你很难不走。为什么？原因不只是人性软弱，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职业压力。假设你是一个基金经理，所有人都在买房地产相关资产，你觉得这里有泡沫，你没买。第一个季度，别人的基金上涨20%，你涨了5%，你的客户开始打电话问你，为什么你会跑输市场？第二个季度，别人的基金再涨15%，你还是保守，涨了3%，你的客户开始赎回，你的老板开始质疑你的判断。第三个季度，有人开始在业界说你这个人不懂时代，落伍了，你能坚持多久？在金融业保持谨慎会让你先输，而且输在看得见的地方。当泡沫破裂时，如果你真的对了，你能恢复名誉，但在被证明正确之前，你已经丢掉了客户，丢掉了职位，丢掉了在这个行业里继续讲话的资格。这就是为什么聪明人会跟风。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他们知道，但他们知道另一件事，在这个系统里，如果你比市场早太多发现问题，代价是你个人先支付，然后才是市场支付。所以很多人选择继续跟着走，同时安慰自己，我会在最后时刻跑出来。但问题是，出口只有一个，而且所有人都打算最后一刻从同一个出口出去。在金融市场里，最贵的词之一叫做共识。当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边时，
我通常会先看看出口在哪里。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跟风的冲动。有一段时间，香港地产市场非常热，周围所有人都在大量买入举债扩张。有人跑来问我，为什么我还在犹豫？难道我看不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他说，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另一件事。他问我是什么？我说我看到了债务。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复杂不是智慧，有时候复杂只是让更多人更难承认自己不懂。我要讲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真相：人类有个倾向，越不懂某件事，越容易被那件事的复杂程度震慑，然后放弃追问金融产品的设计者很清楚这一点。2008年之前，美国金融市场里有一批产品，如果你让一个普通人解释那些复杂的担保债务凭证是什么，他会说我不知道，但银行说它安全，评级机构说它是最高评级，我信任银行和评级机构。如果你在追问设计这个产品的投资人员能不能用简单语言解释一下这个产品的风险到底在哪里，他会跟你讲风险模型，用了历史数据，做了压力测试，相关性系数是多少，违约概率分布是怎样的。听起来非常专业，但有一个问题，这些模型里有一个核心假设：美国各地房价不会同时下跌，因为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个假设就是整个大厦的地基。历史没有发生过，不等于不可能发生。但在繁荣期，没有人愿意认真挑战这个假设，因为挑战这个假设意味着你要否认整个系统，而那个系统当时正在为每个参与者产生丰厚收益。这里有一个我看过无数次的规律：当一个产品需要用100页的模型才能证明它安全，我通常会先怀疑它不安全。不是因为复杂一定等于危险，而是因为真正安全的东西通常可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如果你买不动产，你知道它在哪里，知道它租金多少，知道它抵押了多少，这是安全的基础。如果你买一个产品，它的安全性建立在一个你无法验证的统计假设上，建立在你看不懂的多层结构上，建立在你无法追踪的底层资产品质上，那你买的到底是什么？你买的是对整个系统的信任，而系统在危机中最先崩塌的也正是信任。当一个人无法用简单语言解释自己买的东西，他可能不是投资者，他是某个聪明人专门设计出来的产品出口我这一生做生意。有一条不变的原则，我永远只做我能看得懂的生意。有人说我保守，错过了很多机会，我不否认，但我也告诉他们，我保住了更多机会，那些因为别人看不懂而赔得一塌糊涂的机会，我都不在场。看不懂的东西不碰，这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因为我清楚我赚不到超出我认知范围之外的钱。杠杆上涨时让你像天才，下跌时让你连出错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我要讲一个在历次危机里都扮演核心角色的机制，它叫杠杆。最简单的理解，你手上有100块钱，你借了900块，一共下注1000块。如果你的投资涨了10%，你赚了100块，相当于你本金的100%回报。如果你的投资跌了10%，你亏了100块，你的本金全部归零。如果跌了11%，你不只是亏光，你还欠别人钱，这就是杠杆。上涨时，它让你看起来像天才；下跌时，它让你连出错的资格都没有。我经历过的几乎每一次大型金融危机，杠杆都是核心的放大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国家借了大量短期美元外债。泰国、印尼的银行和企业借的是短期美元贷款，做的是长期本地投资。贷款是美元，资产是本币。这里有2个风险：第一，期限不符，借的是短钱，用在长项目上了，贷款到期要续，如果续不上，项目还没回款，现金流就断了。第二，货币不符，你借的是美元，赚的是本国货币，如果本币贬值，你的美元债务立刻变得更重，而你的本地资产价值正在同步缩水。这个结构在繁荣期没人在意，因为贷款一直在续，汇率一直稳定，一切都运作良好。但当外部条件变化，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市场撤出，这个结构就开始崩坏。
企业要还美元债，但手上是本国货币资产，本币在贬值，美元正在升值，负担越来越重。为了筹美元，只能抛售资产，抛售资产压低价格，压低价格又恶化资产负债表，银行开始收紧贷款，这是一个螺旋。2008年，同样的逻辑，只是规模更大、更有系统。整个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杠杆结构，建立在房价不会下跌这个假设上。当房价开始下跌，每个杠杆环节都开始承压，去杠杆螺旋就开始了。杠杆最大的危险不是让你亏钱，而是让你没有资格等到转机，没有杠杆，你可以犯错，等待反转，慢慢恢复。有了高杠杆，你的容错率为0，一次判断失误就可以被彻底清除出局。没有杠杆的错误是教训，加上杠杆的错误，可能就是终局。我这一生从没有让自己陷入那种再多等一段时间就会全部回来，但却没有这个机会的处境。不是因为我从不犯错，而是因为我从不让自己犯一个致命的错误。规模可以小，步伐可以慢，但我必须确保下一步我还在这里。危机前的信号，以及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认真听，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金融危机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在它降临之前，通常已经有很多警告信号。在泰国危机爆发之前，泰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正在下降，短期外债正在上升，房地产价格涨幅已经脱离了基本面，银行坏账开始悄悄增加。在2008年之前，美国部分地区房价已经开始下跌，次级贷款拖欠率正在上升，一些小型抵押贷款机构已经开始破产。市场上有人开始担心复杂衍生品的底层品质，信号是有的，但没有被认真对待。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一种心理倾向，叫否认现实。通俗的说，当现实太痛苦，人们会本能的找理由解释掉它，不是说谎，是真的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当外汇储备下降，官员说这是季节性波动，可控。当房贷违约率上升，银行说这只是局部市场，不会蔓延。当资产价格异常，分析师说这是市场对新趋势的合理重估。当有人提出警告，其他人说这个人太悲观、太保守，不懂现在的时代。这些解释在当时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因为这些解释的人都很聪明，他们能找到真实的数据来支撑他们的解释。但这里有一个心理陷阱，叫做承诺一致性。当你已经在某个方向下注，当你已经公开说过某个观点，当你的奖金、地位、面子都绑定在一个结果上，你会极度不愿意承认那个方向是错的。不是道德问题，是心理机制。承认自己错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卖出亏损的资产，意味着要承认过去几年的判断失误，意味着要面对上司或客户的质疑，意味着要在一个所有人都还在赚钱的时候，承认自己错了。人类的损失厌恶心理让我们对已经持有的东西估值过高，不是因为我们评估错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评估。所以很多危机不是因为人们没看到风险，而是因为他们看到风险之后选择了解释掉它。现实不会因为你拒绝承认它就变得更温柔。市场从来不缺警告，缺少的是愿意听警告的人。香港为什么守住了强者与弱者的真正区别？每当我提到亚洲金融危机，总是有人会说，这不就是索罗斯搞的吗？他们这些大空头专门攻击弱小国家，破坏经济，掠夺财富。我理解这种愤怒，但这种解释让我有点担心，因为它太舒服了。有一个外部坏人，我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只要驱逐坏人，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我就要问，同样的时期，同样遭遇了空头攻击，为什么香港扛住了，而泰国没扛住？泰国为什么脆弱？第一，储备不足。泰国的外汇储备在危机之前其实已经被悄悄消耗，真实储备远比官方数字低，因为央行在远期市场上已经做了大量美元对冲交易，这些负债没有在官方储备里体现。第二，短期外债太多，泰国银行和企业欠了大量短期美元债，
这意味着他们随时需要美元还债，给本币造成持续的抛压。第三，固定汇率带来的错误信号，因为汇率固定，企业和银行觉得没有汇率风险，大量借美元却不做对冲，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认知偏差。第四，经济基本面已经在走弱，房地产过热，银行坏账上升，增长品质在下降。这些结构性弱点不是索罗斯创造的，索罗斯所做的是发现了这些弱点，判断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下注这个结构会在压力下断裂。空头不是在制造弱点，空头是在识别弱点，并压住它会被暴露。那香港为什么守住了？1998年，香港联系汇率同样遭到了大规模冲击。那时候，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席卷东南亚，港元成为下一个目标。但香港有几件东西泰国没有：外汇基金充足且真实透明，金管局决策果断，港府最终直接出手干预市场，打乱了空头股市和汇市双向夹击的策略。联系汇率制度本身有内建的压力机制，北京的支持也传递了清晰的政治信号。香港不是因为攻击者没来才守住的，香港是因为系统本身更健康，储备更充足，反应机制更有效才守住的。空头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制造了你的弱点，而是它比你更早承认了你的弱点。如果你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敌人，你就永远学不到系统为什么会被敌人击穿。最有价值的问题永远不是谁来攻击我们，而是我们有没有值得被攻击的弱点。危机是怎么从慢慢累积到突然爆发的？在危机之前，通常有一个漫长的累积期，结构越来越脆弱，警告信号越来越多，但市场仍在运转，因为所有人都还在相信它会继续运作，这叫自我强化的信任。然后某一天出现了一个触发事件，可能是一家中型金融机构倒闭，可能是一个关键数据超预期变差，可能是某国汇率顶不住宣布贬值，可能是某家大型企业宣布流动性问题，可能只是一则谣言。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一件大事，但它触发了一件事，不确定性开始蔓延。投资人开始问，如果这家机构有问题，还有哪些机构有类似问题？银行开始问，如果这家企业还不了债，有多少企业也还不了？基金开始问，我手上这些资产到底有多少是真实且安全的，有多少只是在繁荣期看起来安全？这时候有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繁荣期的时候，很少人会认真追问这些问题，所以资讯不透明，账本不清楚，谁有毒资产，谁已经债台高筑，没有人完全清楚。面对不确定性，人类的本能是先保护自己，所以每个人开始自保。银行停止向同业拆借，因为不知道对方账上有没有问题。基金开始赎回，因为投资者要求流动性。企业开始囤积现金，停止投资，因为不知道融资窗口何时关闭。居民开始提领存款，换成外汇或现金，因为不相信银行了。每一个人的行为从个体角度看都是理性的，但所有人同时自保，就让流动性彻底枯竭。这叫流动性危机，这叫信任崩塌，这叫自我实现预言。你越担心银行会倒，你越去挤兑，银行就真的可能倒。金融体系最重要的资产从来不是储备里的钱，不是账本上的资产，而是参与者之间的信任。信任在的时候，系统可以在很不理想的条件下运作。信任没了，再多的资本也填不满那个洞。市场上涨时，人们交易资产；市场崩盘时，人们交易恐惧。金融危机不是价格先死，而是信任先死。价格下跌只是信任崩塌的结果。救市的必要与代价，那张安全网背后的故事，每一次大型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都会救市。我并不是批评这件事。2008年，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出手，雷曼兄弟倒下之后，可能是一连串的银行倒闭，可能是信贷系统彻底冻结，可能是比1929年大萧条更深的经济崩溃。我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救市、稳定系统、防止螺旋加速、保护普通人的存款和就业，这些都是合理目标。但我也要告诉你另一面的故事。每一次救市都在发出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不一定是政府想发出的，但市场听到了，那个信号是：如果规模够大，如果你掌握足够重要的系统性地位，如果你的倒闭会引发连锁反应，那你可能不会被允许到。这就是大而不倒这个概念背后的真正逻辑。当这个信号在市场流传，激励机制再一次被扭曲，冒险成功，利润归自己；冒险失败，如果规模够大，损失有人分担，这叫道德风险。你给了冒险者一张安全网，他们就会站得更高，跳得更远。2008年后，大规模量化宽松把利率降到近零，把金融市场从崩盘边缘拉了回来，这是必要的，但代价是什么？低利率维持多年，拥有资产的人，资产价格恢复且持续上涨。普通人没有太多金融资产，但面对了通胀压力和就业市场的长期低迷，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很多人觉得金融危机我们没有犯错，但代价的分配不公平。同时，低利率时代再一次刺激了冒险，资产价格上涨，再次制造了繁荣感，再次让人们相信上涨是正常的，下跌是暂时的，央行会保护市场。然后利率开始上升，很多在低利率时代做的押注开始承压，这个循环我们又看到了一次。有些救市是必要的，但每一次救市都在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种子。这不是悲观，这是人性，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有价值的投资原则。不要把所有筹码压在一个故事上，不要用自己无法承受的代价去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不要以为繁荣是永久状态，不要认为眼前的流动性往后还会持续存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极为艰难，公司刚起步，资金极为紧张，竞争对手比我有钱，比我有资源，比我有人脉。那时候很多人建议我大举借贷，快速扩张，趁机把竞争对手压倒。我没有那样做，不是因为我不懂进攻，而是因为我清楚我输不起，只要我还在，就还有机会，一旦倒了，什么都没了。在最好的情况下，安全边际让你少赚了一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安全边际是你活下来的原因。投资最重要的能力，不是知道市场某一天会发生什么，而是确保若有一天发生了坏事，你还活着，还有资格继续走下去。你不需要每一轮泡沫都赚钱，你只需要避免在最大的泡沫里破产。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这是我一生只用了一个策略。有人问我，这么多年最后悔的决定是什么？我想了很久，说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有几次我差一点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几次如果我真的违背了，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和你讲这些话了。